大家好，我是 Tiny， 今天给大家讲解这样一个动画的制作。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动画的话是前年的一个NFT 的一个线上合作的一个项目，当时是与老外合作，但是后来你们也知道的，元宇宙这个整体的这个趋势后来就崩掉了嘛，所以这个项目大概进行到70%-80%的时候就没有进行了。然后我这边的工作是做金木水火土5个这样的一个这种背景画面，然后这是其中的一个金的一个画面，它要求的话就是要足够有冲击力，然后有头尾的话是以这种黑色收尾。这整个动画的话，从制作上来说的话是比较简单的，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没有什么模拟的一些动画，然后它的这些生长的话，在可以说是在所有的那种 DCC 三维软件中都很容易完成。但是我为什么要分享给大家这个动画呢？就是它在这个动画的制作过程中所使用到的胡迪尼的一些方法和技巧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实用，使用频率非常高。可以说在我但凡使用到这种植物类生长，然后包括那种大场景要散布放置很多的这种重复的一些树木呀花草所用到的那些方法跟这个项目当中所使用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进入动画来看一下，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动画。这动画从开头的话是有一个石块落下来，然后立马是整个画面中延伸出一个类似于这种矿山上的一个地面，然后上面生长出一些钻石，然后这个钻石的话可以分为几个部分，一个是这种主要的这种长的最大的这个钻石，然后第二个是这种小的排列在上面的一些钻石，第三个就是这个外围，就是这个生长的这个边缘有一圈这个钻石。然后它这生长的特点就是大的钻石呢，就是在出现的一瞬间有一个快速的放大，然后又恢复到原来的大小。然后这个边缘的话也是从无到有，然后再到无。然后小的话就是从没有到有。我们进入胡迪尼看一下。首先是这个最开始那个大的那个石块的一个制作，一个 mountain， 然后给一个自动的 UV。然后这个项目当中反复使用到的就是 MOPS 的这个工具包。然后我们先来看这个石块最终的一个动画，它是这个样子。其实这个石块为什么它最后有一个这样的动画呢？我们在原始的项目当中其实是没有的，它其实就是一落下就没了，对吧？但是这个动画实际上它制作完成的时候，它是一个落下，然后有一个这种消失的一个动画。对吧？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动画呢？就是因为它是金木水火土嘛，然后保持它的一个叫做它的一个统一性，所以里面的很多的一些节点数啊，我都是直接从别的项目复制过来的。比如说这个动画其实它是来自于那个土，看一下啊，来自于土这个，我第一个做的是这个。一个土，你看它中间这个石头，它是有这样一个消失的动画。实际上在这个动画里面，其实就是直接
我们可以看到，直接就是落到这个那个矿山的下面了，对吧？我们可以大致看一下，虽然这个项目里面没用到，这个地方是给了一个 Mops Spread Fall Off， 也就是我在上节课在那个循环动画里面讲到的，我们那个项目里面用到的是 Pyro Spread 做一个属性的延伸，是吧？然后这个节点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点击这个，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属性的颜色变化，对吧？它是从1到0，从1到0。然后我们选择了其中的一个点，然后对这个 spread 就是控制动画的一个快慢。一般情况下 1.22 也就是代表这个动画完成，就是从1到0，这个所有的那个点的属性都归于0，就是 1.22。然后这个 fall off 就类似于这个红色这个边，也就是它的一个衰减的一个范围大小。然后这个地方给了一点点噪波，也就是让它的边缘有一点点随机注意这个噪波不能给的太大，这个噪波这个强度，这 frequency 包括这 amplitude 调整的话，你给的太大的话，它的生长就会很奇怪。它有些属性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如果这样给的太大的话，这还好，它就是有些属性会提前出现，所以我们这个地方没有那么复杂。然后注意，它默认是0到1嘛，我们这个地方1到0，因为它最终消失嘛，所以我们把这个地方点一下 Fit， 然后反向了一下，也就是点击了这个，从1到0。注意，为了观察，我刚刚点击了这个 Preview Fall Off， 对吧？点击它之后，它默认会给一个 CD 的属性，也就是便于观察的给了一个颜色属性。所以我们观察完之后，我们注意要把这个东西勾选掉，否则的话它会一直有这个颜色。然后而且它会默认生成一个 ID 这个地方删除 ID 是因为在我在其他项目的时候，这个石头破碎有一个模拟，这个 ID 会影响到它的模拟，所以把这个地方删除了。然后这个节点的话就是它会根据点，它把所有的点断开，可以观察一下对吧？它会把所有的点断开。然后面的话给了一个属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最终就是让每个面自己缩小嘛，断开之后它就可以识别每个那个断裂的面，然后并赋予一个面层级的 class 属性，然后使用 for each。然后读取到上面传递下来的这个mops fall off 这个属性，这个属性是1到0嘛，所以它这个 uniform scale 就会有1到0的一个变化。你看，我们最终它就会有一个根据属性，然后有一个1到0的一个变化，对吧？向中心缩小每一个面。然后，因为为了渲染嘛，它已经现在在这个时候已经断开了，所以我们需要 fuse 让它每个面再合到一起来。这个的话就是做了一个从上到下的一个 K 帧动画。这就是石头的制作。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矿山的这个地面。这个地面最开始我使用到的是一个地形的一套插件一套软件，就是一套节点，说错了，就是它自带的会有一套专门做地形的节点。然后它默认的这个尺寸会非常大，就是1000乘1000米。然后给了一个噪波，注意它这个时候它的一个这个文件的一个类型是 Grid Volume， 它是用体积的方式去做的地形，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转成可以渲染并且可以做属性变化的一个模型 ，convert to polygon， 对吧？就是这个点，然后把它缩小，因为它尺寸太大了嘛，然后缩小到24×24，然后我们给一个 UV， 因为我们会渲染，就是我们这个渲染的时候，它有一个这样一个表面，对吧？然后给了一点点噪波，然后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节点的话，就是把它做成了一个资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一个节点。其实它里面就是一串代码，一串 VEX 代码，它是干嘛用的呢？我们进入摄像机，它会根据摄像机，我们选中我们的最终的一个渲染摄像机，它会根据摄像机的范围去除掉摄像机以外的这个点，这个非常实用，尤其是我们做那种就是大面积模拟啊、粒子渲染呀。当你使用这个节点，因为我们实际上最终渲染只是渲染这个摄像机范围之内的东西，那么摄像机范围之外的呢，我们可以节约资源把它删除掉，对吧？这个方法其实在 Blender 当中也会使用到，就我们使用到那个几何节点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方法。为了节约渲染资源，也为了节约我们读取的那个资源，包括模拟时候消耗的资源，我们可以使用这个节点，将这个摄像机之外的部分删除掉。然后这个 offset 就是如果你默认是0的话，它就是刚刚好，对吧？但是我们这个面的精细度不够，所以我们稍稍往外延伸了一点点，最终是延伸了0点，就差不多延伸这么多吧。然后我们这个时候通过这个 mask from target， 对吧？赋予了一个这个属性。这个属性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它根据中心由中间向四周的一个属性的一个递减，对吧？但是它没有减到0，就是这个属性是我们是控制这个最终的这个模型中心这个大的这个水晶的大小，也就是中间的最大，越朝向边缘，它的水晶的体积越小，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个最终会乘到那个 P scale 上，然后这个地方使用 sort 这个节点的意思就是将这个点的那个顺序 proximity to point， 也就是它会根据这个点的坐标来去重新排列这个点的序号。你看这个地方它是根据中心点0到0，所以我们越靠近中心的点，它的点序号是越小的。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对吧？这个是中心点嘛，0、1、2，然后渐渐的往外去递加这个点。我们会接下来，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嘛，有3个水晶，大的、小的以及边缘的。那么，所以我们分别做处理。这个的话是我看一下，这个是大的，我们先看大的。大的同样的，我们使用到的是 Mob Spread Fall Off 这个节点，然后给了一个将这个默认的这个属性加了个1，因为它已经有一个 Mob Fall Off， 记得吗？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看一下没有。是这个地方的这个不关键反正就是它会得到一个 Mob Fall Off 1的这个属性。然后我们看一下，然后我们刚刚不是使用 sort 吗？所以我们从中心开始生长，所以我们不需要手动选点了，因为我们肯定知道中心这个点，按点序号的话，中心这个点就是在世界中心0号点，所以我们 K 了一个针。对这个 spread 做一个生长变化，蓝色是0，对吧？
红色是1，然后黄色会比1小一点，记得吗？我们这个中心的这个水晶，它有一个骤然的出现的时候，骤然有一个放大，然后再缩小的一个变化，所以我们对这个属性做一个映射的时候，看从0到大到一个差不多0.8，然后再回到0.5，它就有这样一个变化，就是我们在 P scale 的时候，它就会这样一个变化，对吧？然后我们过来看，然后这地方给了一个 normal， 然后我们不是要在上面得到水晶吗？所以我们使用 attribute paint 画了一个 mask， 是吧？我们进入到摄像器，在这上面撒点，是吧？根据这个 mask 属性撒点。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给了一个 class 属性，然后得到一个 class 1。注意这个地方 new name 一定不是 class， 如果这两个名称相同，那么它得不到这样一个浮点属性，因为它本身是个整数属性嘛，所以你要给一个新的名称。然后这个就是得到它的一个点数，也就是这个，它读的是这个700个点嘛，700个点，也就是点0到699，对吧？所以它最大的值是699，是吧？也就是这个700减1。然后我们得到一个 class 1的属性，这个属性我们也是用来做一个材质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颜色，对吧？然后这个是干嘛用的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整个所有的这个过程是没有模拟的，对吧？所以我们是通过对这个 n 做了一个动画。那么这个水晶在克隆上去的时候，它有一个摇摆，类似于风洞的一个效果，对吧？所以我们是对这个 n 属性给了一个噪波，然后它就有一个晃动的效果。然后这个速度是通过乘以这个 $t 乘以它的一个值越高的话，速度越快，是吧？然后这个接下来就是本次课程最精华的部分了。首先就是写了一串代码，就是我们暂时就是不需要知道它这串代码每一个的含义，你只要知道，就是当你赋予这串代码之后，你使用 copy to point， 那么原始的这个，先把这个 normal 关掉啊。我在之前那个讲那个就是克隆，包括那个资产的时候，我当时讲到的是，当你使用 n 属性作为它的一个方向的时候，你需要将这个原始的物体朝向追轴，对吧？那么在这个地方的话，你使用到这串代码，使用到这个东西之后，那么你原始的这个物体你就不用朝向 z 轴了，你只需要朝向 y 轴。那么它最终克隆过来，它还是朝着 n 的方向，对吧？看一下，它还是会朝着 n 的方向，看到没？就是因为这串代码，所以这串代码其实挺实用的，所以我们可以，当你这个工程我会分享给大家，我会放到群里面。就是免费分享给大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群里面获得。所以当你得到这个工程之后，你想运用到自己的项目当中的话，你打开这个工程，将这个Rango 到这个地方，点击 Save Proceed， 然后你把它保存到
这个位置，然后取一个名称，比如说你也叫 set orient。那么你下次打开的时候，你看，你就可以在这底下选择你刚刚保存的预设，对吧？你看我之前保存过，对吧？是一模一样的。这个地方有一个需要修改的，就是你有可能是通过读取到它的一个 ID， 也有可能是 ptnum， 对吧？所以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一下。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随机旋转，你可以调整。我们继续往下。然后这个地方呢，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其实这个项目因为它的这个克隆的量非常的少，其实我们可以不用到这样一个节点，但是这个节点对于就是大型的项目，就是你需要复制克隆超多的草啊树啊，但是你在这个视图界面的话，你如果是使用这个 copy to point， 那么通常情况下我们会勾选这个 pack and instance， 那么它就会将这个物体变成打包的物体嘛。你看现在就是700个点，你如果把这个取消勾选，它就会显示真实的这个模型和点。那么这个节点是干嘛用的呢？这个节点就是我刚刚还没讲完就是如果说这里面有成千上万、几十万那个草，你使用 pack and instance， 它的显示还是会卡，因为你这个视图的面数太多了，对不对？那么你在渲染的过程当中，它每进行一帧，它还是会读取到这个面，但是实际上你渲染的时候，你其实不需要它吃这个资源，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这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它最终它只会显示点。你看我最后渲染的时候，我们把这个 Alt Diamonds 1，其实就是这个东西，你看就是这里面的点。我们渲染的时候其实没有实体甚至没有 packed geometry， 也就打包的物体都没有显示在上面，对不对？就是因为我的直串代码，我们先一步一步过来看一下第一个是 P-Scale， 我们先看这个 P-Scale 的话，通过它的一个ptnum 控制它的一个随机，对吧？这个 plant seed 也就是控制它的一个大小的一个随机，对不对？然后这个将它映射，控制它的修改它这个 P-Scale 的一个最小值跟最大值，就把它控制到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再乘以一个 AMT， 也就是 amount， 乘以到它一个比例，然后再乘以这个 mops_for of 1。mops_for of 1是什么？就是这个，对吧？所以我们的一个 P-Scale， 我们先使用一个长方体，是吧？来代替，我们来看一下，对吧？它就有一个，你看，一出现的时候长得特别大，然后开始回到原始的位置，就是因为这个 P-Scale 的控制。然后这个 P-Scale 再乘以了 mask 和 mask 1，mask 1是什么呢？ mask 1就是先是 mask， 对吧？ mask 就是这个撒点，那么它就意味着中心的这个是最大的，然后这边上也是有一个衰减 P-Scale 的一个衰减的一个变化。然后 mask 1呢，mask 1就是前面讲的中心是最大，四周最小，对吧？我们到最后显示出来就是中心大，四周小。然后这从条状来说的话，就是中心大，边缘小。然后从变化来说的话，通过 mops_for of 1做一个 P-Scale 的变化，对吧？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这些大小都是通过属性来控制的。好，接下来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看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有不同的钻石，对不对？不同的钻石克隆到这个点上，
实际上在这个案例当中的话是有5个钻石，5种钻石克隆上去。这一串代码的意思就是一个 R number 的一个整数叫什么临时变量，是个整数的临时变量。然后 cell 就是向下矩阵 ，cell 中间值，也就是对中间的一个浮点值向下矩阵。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中间是 1.1， 那它最后得到的就是一个1，整数为1，1.9 它也是得到1，对。那么中间也是对它 ptnum 随机，然后这也是控制它的一个种子，然后再乘以了它的一个 instant number， 是个整数 number。我刚刚讲了，看一下啊。然后得到了一个我们先从这个来说，这个地方的话 ，random 中间无论值多少，它的输出的一个范围一定是0到1之间，对吧？然后乘以5，也就是它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也是0到5，对吧？0到5，向下取整嘛，向下取整，所以怎么说呢？向下取整，所以它0到1，然后这个地方是0到1，是吧？然后再乘以一个5，那么它最终的结果也是0到5之间，0到5之间不会大于5，对吧？cell 又向下取整，所以最终得到的这个值一定是一个整数0到4，也就是它可能是0或者1或者2或者3或者4，对吧？然后 ITOA 是什么？我忘了，我看一下，就是将一个整数变成一个浮点的那个 string， 也就是变成一个字符，可以识别的一个字符，因为 s 也是一个字符类的属性嘛，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个叫 instance 的我刚刚说错了，这个 cell 应该是向上取整。floor 应该是向下取整 ，cell 是向上取整。向上取整的话，那么它得到的，它这一串数据返回到的数值就是1到5，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通过它变成一个字符可以识别的字符，然后我们先看这个结果它就是1、2、3、4、5，对吧？然后这个东西呢，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路径。就是我们外面设置的这个路径，我先把它复制一下。我先在这个地方选中，然后 Ctrl+C， 我先告诉你为什么是这个字符。然后我新建一个，我在这个 Rango 里面把刚刚这串直接按 Ctrl+V， 你看就得到了它的一个路径，对吧？就是 obj diamond E。然后我们现在要读取到它，实际上我们就这后面这个数字是1、2、3、4、5嘛，对吧？是一个随机的，所以这个随机的数值，我们就是通过这个 ITOA 得到，对吧？就是这个 instance 1、2、3、4、5，然后得到这个点上有一个 instance 这个属性之后。我们先出来看一下这个钻石的话，它是有5个，然后这个地方是对它做了一个处理，简单的处理，然后给了一个 UV， 然后同时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地方用到的叫做，就是这5个，这5个的话，我们对每一个选出来，然后把它放到中心的位置，每一个都是这样，它是5种不同的钻石嘛，对吧？我们得到把它分开之后，然后我们把这个点拿出来，使用到一个新的节点叫 instance， 然后我们现在使用 object merge，
然后把这个点 Ctrl C， 注意 Ctrl C， 然后进来 Ctrl V， 那么这个点就复制进来。这个时候我们去渲染的话，然后把这个都关掉，看一下渲染，你看它就把这个钻石克隆上来了，在渲染只在渲染当中显示，而在实际的我们在那个透视视图当中是看不到的，对不对？只有点。那么它在我们制作过程中就大大节约了这个它的一个资源，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想要观察呢，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观察不了嘛，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看到最终的一个效果，我们必须进入渲染，对吧？我们要么进入渲染看，或者在这个地方我们点击这个，这也能看到它最终的一个效果。我们进入摄像机视图，对吧？因为在这个项目当中，是因为它的这个点特别少，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这个方式，但是这个方式是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的，因为这个对于做大型场景啊，尤其做那种生物类场景啊、森林啊，这个是必须用到的一个技术。可以通过这个地方观察，是吧？也可以通过我们在这个地方给了一个面特别少的一个 box， 把它打包一下，通过这个大致观察到，对吧？这个速度快多了，因为它点少嘛，又是打包物体，对吧？这就是这个方法。然后我们看第二个那个第二个点，第二种水晶，也就是看一下，也就是这个外圈的这个水晶，也就是这一圈最外围。最外围它有什么特点呢？就是只出现瞬间出现之后马上消失，对吧？所以它最终都它的这个属性值都变为蓝色嘛，也就是变为0嘛。这个地方也是这个属性，然后它跟这个不一样的是什么呢？看一下，它跟这个不一样的就是一个是把它的那个，注意看这个动画的一个时间，一个是把它动画的时间往前挪了，对吧？第二个就是把它的一个重新映射，注意看到没？这个是回到 0.5， 这个是变为0，对吧？然后同样的前面这些都是一样的，是吧？这个就是没有使用 mask， 因为它是整个那个矿山表面嘛，都撒点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通过 P scale 来控制它的一个大小，其他的地方都是0嘛，其实在渲染时候是看不到的这都是一样的，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乘以 mask， 然后其他的就是把它的一个大小变一下，然后你看其他的还是5种那个钻石嘛，然后把它的一个 amount， 也就是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比例大小缩小了，然后使用到的是 diamond 2，是吧？这个地方是 diamond 没有，这个地方没有数字 ，diamond 2，然后下划线1 2 3 4 5，diamond 2 1 2 3 4 5，也就是这个呀，对不对？只不过我把它没有让它位于这个 Y 轴没有位于这个0之上，让它位于中心嘛，就是我让它潜进去了，对吧？也就让它在渲染上的结果就是它不会露出那么多，对吧？然后可能再调整了一下它的一个种子值，对吧？你看这14，这个24个14，对吧？我们再通过这个长方体我们来观察一下，是吧？它就会这样一个效果。另外一个就是散布在这个矿山表面的这些小钻石。第三个，你看
它就没有一个属性衰减嘛，它出现就是出现，然后消失就是消失，对吧？它就直接在这样映射的。同样的，它在那个动画上面有一个就是跟前面的时间有一个错开嘛，然后撒点，然后数量少一点，这些都是一样的，也就这个地方不一样，是吧？因为我们需要控制它不同的一个大小。其实这个项目的话，其实我们没必要分成3种，因为我们都是5个钻石，对不对？然后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地方去控制它的一个大小跟它的种子值。这个当时做的时候把它搞复杂了，因为它其实只有5个钻石，对吧？你在所有的3种那个钻石的话，3种那个散布的话，你可以用同一串代码用到这5个钻石，对吧？其实没区别，你可能在这个地方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然后它是这样吗？对吧？是吧？这样，然后消失，在最终的一个结果就是这样，然后飞快的消失。这就是整个动画。这个案例很简单，但是这里面能用到的技术其实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实用的。然后渲染的话我就不讲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文件。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